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又到了夏天，室外气温40摄氏度了。照例呢，电动车晒不晒啊？每年的一个固定话题。正好呢，我刚提了一台 ET7，以此为例来聊一聊啊。首先呢，在没有贴膜的情况下 ，ET7 的玻璃对于紫外线的隔绝率都是99%以上。这个隔绝能力有多强呢？我想通过简单的开窗关窗，你就能看到，哪怕没有贴膜的玻璃都会这么强悍。如果你还需要举一个例子的话，一般家庭使用的系统窗，双层玻璃中间真空的，它对于紫外线的隔绝效率远不如汽车玻璃，这也很正常。汽车所要适应的场景呢，不管是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还是零上60摄氏度的酷热，它都得行。所以汽车的隔绝效率显然是更高的。前挡风玻璃也是一样的，在无需贴膜的情况下，同样是99%以上的紫外线隔绝效率。至于大家感受到的些许温度，那是难以被完全隔绝的红外线热辐射方式产生的升温啊。对抗的办法呢，就是开空调。夏天呢，我就习惯于把空调放到 A 档位，那温度呢设置个23度就足够爽了。一直开呢，完全没有油车等个人怠速开空调，还要担心发动机积碳的困扰。另外呢，我这台 ET7 还花费9500元选装了电致变色的天幕，这个技术呢，未来是跟光毅科技合作的，本来呢也没有这个，属于创新供应链了。未来官方呢最近还写了个帖子，说明了这种 EC 电致变色的好处。简单来说呢，相比于调光膜 ，EC 呢不会模糊一片，而且呢可以多级调节。相比于悬浮粒子呢，不会像卫生间的玻璃那样呈现出奇怪的蓝色。ET7 呢可以在前排屏以及后排中控屏或者后排娱乐屏调节这两块玻璃的变色情况，无论哪种颜色，紫外线隔绝率都在99%以上。EC 的电致变色呢会用一个很小的电压1.2伏到3伏，通过锂离子与两个变色层的氧化反应或者还原反应调节天幕的颜色。因为电压特别低，所以功率也很小。EC 膜哪怕用了10年，也就费1到2度电吧。ET7 上最浅色的时候呢，基本不影响你观察 Blue Sky 啊。最深色的时候呢，呈现的也是黑灰色的中性基色，显得就很高级。你想一想，哪怕是波音787，它那块变色玻璃是蓝色的呀，让拍照的性质大减。ET7 呢则高级了不少，并且呢这个灰色也能实现足够好的遮光效果了。具体来看呢，哪怕室外在40摄氏度，你在 ET7 上观看后排娱乐屏的视频也毫无压力啊。甚至呢，我这块屏幕的主要颜色还是深色主题呢。白天用深色主题，一方面呢就是天幕隔绝了一定的亮度，另外呢就是未来使用的这个 OLED 的屏幕本身素质好。所以呢，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就是 EC 的电致变色，它不像调光膜那样可以瞬间变色，它的变化呢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未来官方说呢是15秒响应，2分钟完成整体着色，这在大部分场景中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主要是进出隧道会有一点点尴尬，有可能进隧道的时候天幕切换透光了，但出来的时候呢还没来得及完全变遮光，又进入隧道了。所以在这样炎热的夏天，我习惯用手动控制，前面用2档，后面用3档。未来官方的帖子里面说，这块天幕可以隔绝99.9%的紫外线 ，SPF 1000 PA 加，选装9500元，那确实比物理天幕也更加优雅了。目前呢 ，ET5、ET5T、EC7、EC6、ET7 呢都可以选装，如果预算允许的话，选一个吧。好了，以上就是董爱买关于我这台 ET7 的 EC 电致变色天幕的一期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平时收藏订阅董买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